从今天起，中国科研的腰杆子算是彻底硬起来了。中科院突然之间毫无征兆地甩出一张王炸，直接把一份沉甸甸的红头文件拍在桌子上。这个文件说的啥？从2026年的3月1号起中科院正式停止用国家的经费，去给那些个外国的高价学术期刊交发表费。哎呦喂，你可别小看这纸禁令这里面呢，甚至把自然通讯、科学进展，这些个在这个学术圈里被当成神仙供着的顶级洋刊物，全部都给圈进去了。那大白话就是说想拿咱们中国老百姓的纳税钱去填你们老外的无底洞，行不通了。这就叫釜底抽薪，彻底终结了咱们中国人自己搞科研还得倒贴钱给这老外捧臭脚的荒唐局面。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好好掰扯掰扯这件大快人心的事儿到底有多解气。从今天起，中科院旗下那可是100多家顶尖的研究机构手底下近5万名科研精英。这5万人那以后呢，谁也甭想从这个中央财政的钱袋子里掏出1分钱去孝敬那30几种高价的外国期刊。你可能要问了，这所谓的版面费到底有多贵值得中科院生这么大的气？不提这个还好，一提这个我的血压都蹭蹭往上飙你以为发表个文章跟咱们发个朋友圈一样，最多呢就是花点流量费？错，人家老外收费那是真狠一篇论文稍微上点档次的，动不动就是5-6千美元这和咱们人民币大概得3万到5万块钱在咱们这个普通老百姓家里这5万块钱都能买一辆挺不错的代步小汽车了。可是在人家外国出版商那儿呢，这5万块钱换下来的就是人家那个键盘敲2下排个版，给你生成一个几兆大小的 PDF 文件。最气人是什么呢？这篇文章里的数据是中国科学家没日没夜在这实验室里做出来的做实验用的仪器材料是国家花钱买的，这科学家的工资呢是咱们老百姓纳税交的。咱们自己出钱出人出命干出来的成果送给老外去发表，最后呢还得给老外倒贴个5万块钱的过路费。你凭命这个理儿，这世上哪有这样的买卖这个时候肯定有那些喜欢替这个老外洗地的理中客跳出来了，他们会跟你说，哎呀，你不懂，人家老外这叫开放获取，人家这是高尚的学术慈善事业，为了让全世界的老百姓都能免费看到最前沿的科学知识，打破知识垄断墙，这钱收的合理。我呸，还开放获取，这名字吧听着跟活菩萨下凡似的。你真当那些国际出版商是搞慈善的呀？人家那是华尔街玩剩下的资本套路。远的不说就在今年的1月1号就是那个牛上天的自然通信杂志脸不红心不跳的把单篇的版面费从6990美元直接给你涨到了7350美元，科学进展一篇呢要你5450美元，还有个什么细胞报告一篇要你5790美元。这叫什么？这不就是明火执仗的打劫而最让人痛心疾首的是在被这个老外精心包装的杀猪盘里，咱们中国的学者恰恰是他们最肥最忠实那头大羊。你可以看这个后台数据就是那个刚涨价的自然通讯，那个里面所有的稿子有将近40%是中国人写的放眼全球整个开放获取的期刊市场，中国学者那硬生生扛下了将近30%的付费份额你想想，我们可是全世界最勤奋的打工人，天天是加班熬夜写论文，结果呢，我们也是全世界最大的付款人。我们辛辛苦苦做出的研究成果不仅白送给他们赚流量，还得自掏腰包的给他们盖大别墅买私人飞机。他们把开放呢包装成一种神圣的学术美德，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指点江山然后把一张张天价的账单精准无误的甩在了全中国最拼命产出论文的那群科学家脸上。这哪是什么开放这叫精准收割这叫学术界的割韭菜。其实吧，不仅咱们中国人觉得恶心
老外自己内部呢也憋着一肚子火了。德国那个什么研究基金会，早就受不了了，给这个版面费设了上限。美国的国立卫生研究院最近呢也一直在那边嘀嘀咕咕的，想着怎么限制一下。大家都知道这是个坑啊，都在那边犹犹豫豫的不敢撕破脸。但是你猜怎么着？咱们中科院这回是玩真的，还不跟你们玩那些弯弯绕绕啊，直接一脚把桌子给踹翻了，直接切断裁员。说到这儿可能有些人就不理解了。既然知道这个老外在割韭菜，那既然知道这个钱掏的冤枉，那咱们中国的科学家又不傻，对吧？全中国最聪明的大脑都在那儿了，那干嘛还前赴后继的上赶着去给人家送钱呢？各位，你要是这么想吧，可真的就错怪咱们的科研人员了。你当他们愿意当这个冤大头啊？他们心里面也苦呀。因为这个背后呢，它藏着一条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却能把人活活勒死的紧箍咒。这条紧箍咒就叫中国科研评价体系的唯论文、唯外刊论。怎么解释呢？这就好比吧，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咱们国内这个学术圈形成了一种极度让人无语的洋奴哲学。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寒窗苦读20年呀，好不容易呢熬到了博士毕业，他想在这个大学里呢找个教职，想评个副教授，想申请点国家的科研基金做实验。这时候评委们看什么？看你是不是真正解决了卡脖子的技术？不看。看你是不是做出了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发明？也不看那看什么？就是看你手里面捏着几篇高影响因子的外国论文。哟，小伙子，你在这个国内期刊发了10篇文章没用，不如人家在老外的自然科学上发半块豆腐块。你看看这个评论的指挥棒一旦歪了那底下的科研人员就只能跟着跳这支荒唐的舞呀。这套唯外刊的指挥棒挥舞了这么多年早就把咱们的科学家和这个外国出版商死死的绑在一根绳子上咱们假设有一个年轻的课题组长，刚拿到国家拨的100万科研经费，他本来呢是打算用这笔钱买2台高定焦的显微镜，再招2个勤快研究生，好好做一个能够长远造福社会的大项目。可是不行年底要考核3年不出外国论文呢，就要卷铺盖走人了。没办法，他只能为了发论文呢而去做研究，专挑那些老外喜欢看、容易发外刊的短平快项目。等这个辛辛苦苦拼凑出一篇论文，为了能保证发表呢，为了迎合那个所谓的什么高影响因子，他只能捏着鼻子去选那些呢收费死贵的外国大牌期刊。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国家的科研经费本来呢是用来买这个实验设备的、发津贴的，结果全被换成了美元，源源不断的打进了外国出版商的账户里。咱们拿纳税人的血汗钱去买了一张外国爹发给咱们的学术奖状，满足了一种极度虚荣的学术面子。这笔账那就算让傻子来算，他也不对劲儿所以中科院这次在3月1号雷霆出手，你以为他只是心疼那点版面费吗？错，大错特错。中科院这在向全世界释放一个极其强烈、震耳欲聋的信号：中国不伺候了，中国绝对不打算继续为这种高溢价的崇洋媚外的学术虚荣心买单背书了。这是要从根上把那根指错了方向的指挥棒给硬生的掰回来。不过各位，要是你把今天这个事儿仅仅看作是一刀切、闭关锁国，那你可就太小看咱们国家队这帮大智囊的水平了。你仔细研究一下中科院出的那份文件这里面吧，其实藏着一个非常微妙又极其高明的口子。这文件里写的是清清楚楚这一次的禁令赌的只是公款通道也就是说，你不准用中央财政的科研经费，不准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钱去填这个洋窟窿。但是如果你这个项目是地方政府支持的，或者说是某个大土豪、大企业跟你合作赞助资金，那不管这类非中央财政来源的钱不在封锁的范围内。这个分寸拿捏的
简直是炉火纯青啊，妙到家了。这就等于国家呢在跟老外期刊说，哎，我不是要跟你彻底翻脸啊，也不是说你们的文章全是垃圾，一刀切全禁了，我只是明明白白的画一条红线。那这条红线的意思就是，你们哪个科学家啊，如果非要觉得自己是天下第一，非要上这个老外的杂志上去露脸去显摆，行啊，那没问题啊，那你自己拉赞助去，你自己掏腰包去，你有本事让企业给你报销，那是你的能耐啊。但是想拿咱们纳税人上交的中央财政啊去帮你装显摆，去当这个冤大头，对不起哦，那没门儿。这就叫止血，而不叫断交，既保住了国家科研经费的好钢用在刀刃上，又没有彻底切断中外学术交流的渠道，还顺手吧把那些真正有商业价值啊能拉来企业投资的真科研，跟那些只会骗国家经费发水文的假科研给筛了个明明白白。这一手太极拳打的绝了。不仅如此啊，国家在前面堵后路，在后方基础设施早都给你铺好了。现在咱们国内啊400多种由咱们中国人自己主导的英文学术期刊啊，那正在紧锣密鼓的建设推广啊。这里面有很多期刊啊，人家不但是水平不差，而且收费极低，甚至干脆就免费。当咱们自家的稿子自家的心血有了更好的去处，哎，谁还愿意去老外那当孙子呀？看脸色，那种旧的病态的依附关系，自然而然的就土崩瓦解了。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国内那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啊！大洋彼岸的老外圈子那可是彻底炸了锅了。用冰火两重天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这消息传到了国际学术圈，反应呢直接劈成了2半，一派呢是拍手叫好的，那些真正做学问的欧美老师学者早就受够了呀。他们直言不讳在这网上开骂，说那些出版巨头吃相太难看了，把非盈利性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当洋薅，年年涨这个订阅费年年涨这个版面费，早都积怨极深了。他们看到这个中科院一刀砍下去激动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在他们看来这可是迟到的正义全世界终于有了一个体量足够大、骨头足够硬的超级玩家，站出来指着出版商的鼻子大吼一声 No， 我不给你这笔保护费了。可是另外一派人，那帮政客和出版商的利益集团，他们嗅到了别的味道，彻底急眼了甚至是说出了让人发笑的真经之语。他们担心的其实早就不是这几万美元的版面费了，他们夜不能寐的是这个动作背后那股排山倒海的战略意图。老外在那边琢磨，这中国什么意思呀？这可不是差钱的事当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稿源国开始把大把的高质量论文导向他们自家期刊的时候，这就是否意味着一套全新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学术声望体系正在崛起？他们甚至用了一个极其危言耸听的词中国正在接管知识生产的控制权。这就叫心虚这就叫贼喊捉贼这个措辞虽然刺耳，但它确实代表了那些曾经高高在上的杨大人心里面那股真实的无法掩饰的焦虑。有意思的是不管他们是拍手叫好，还是说惊恐万分，所有的反应都在共同印证一个铁打的事实，那就是咱们中国的科研体量，咱们中国科学家的硬实力已经大到了让任何国际出版商都绝对无法忽视这种被拒绝的含义。你傲慢，你涨价，好当你的最大客户开始掀桌子的时候，这个游戏规则就再也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的。我们不去定你的规矩，但是我们有底气掀翻你的桌子。中国科研的腰杆子从今天起算是彻底的硬起来了。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了，我是肖兰，我们下次再见。